12月3日深夜，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紧急戒严令。尹锡悦声称，此举是为了铲除国会内部的亲朝鲜势力。不过几个小时以后，韩国国会就举行了紧急会议，全票通过了解除禁烟令的提案，让尹锡悦的这一举动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笑柄。韩国国会那边怎么打口水仗，我们暂且不提。我们今天的重点是率先响应尹大总统号召，乘着黑鹰直升机进入国会戒严的这支部队。即使是大家不想知道他们是谁，也可以从他们一身价值不菲的装备推断出这支部队来头不小。事实上，它是韩国最精锐的特勤单位，特战司的掌上明珠，前些年大火韩剧的《太阳的后裔》中的原型，韩国第707特殊任务团。第707特殊任务团，或者叫707特种部队，是韩国军方的一支精锐反恐部队。虽然在2019年，这支部队从营级编制扩编为团级，因此官方名称也从第707特殊任务营改编为特殊任务团，但人们呢一般还是叫它707特战营。707特战营还有一个别名叫白虎部队，不过这个白虎部队和韩国陆军的那个绰号猛虎的首都机械化步兵师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707特战营是1981年才成立的，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还有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称707特战营是韩国为了保障汉城奥运会的安保工作才紧急成立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件事的发生顺序颠倒了。1981年9月30日，韩国在第11届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击败了日本名古屋，获得了1988年的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但早在4-5个月前的1981年4月17日，第707特种任务营就正式成立了。因此，尽管后来的奥运安保工作的确是707特战营的首次亮相，但从时间上来看，却并不是它成立的目的。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707特战营和同类型的特勤部队，例如法国的 GIJN 和德国的 GSG9 等，有一点小小的不同，那就是707特战营并非是警察部队，而是隶属于韩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特战司，而且是由特战司直接指挥的。而这一点其实就是707特战营成立的直接原因了。1979年，时任陆军少将、后来的韩国总统全斗焕策动了双12政变，以涉嫌朴正熙遇刺一案为由，未经代总统崔奎夏的许可，强行逮捕了陆军参谋长郑升和，并派遣第3空降特战旅，也就是所谓的3空书，抓捕了时任特战司令郑秉宙。实际上，3空书是特战司的下属单位，但问题在于当时的特战司是一个纯粹的指挥部，只有行政人员，没有直属的武装部队。特战司的警备工作要依靠驻扎在一起的3空书，这就导致了3空书来了个耗子扛枪窝里横，没费什么劲儿就把自己的老上司给抓了。事情平息以后，全斗焕政府上台，军政府在重新审视韩国军队体制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个严重的漏洞。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特战司同样会被瓮中捉鳖。而且只有特战司下辖的部队可以不经过美国的批准就调遣，也就是说，特战司才是全斗焕自己的部队。特战司的安全等于是全斗焕自己的安全，因此必须有一个直属特战司的作战单位来保障特战司的安全，而这就是第707特种任务营的由来。至于前面提到的奥运安保，则是另一个不幸的巧合。1972年的慕尼黑事件可以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有6名以色列教练、5名运动员和1名西德警察遇难。在这场悲剧中，奥运会场地，尤其是奥运村的安保问题尤其突出。据称，当时的运动员可以绕过安保人员，翻过奥运村周围的铁丝网，进入其他国家的房间，完全不需要任何授权和检查。最大的问题是，当时的奥运会安保人员主要是负责处理逃票和醉酒闹事的观众的，谁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慕尼黑以后，世界各国都开始重新重视并发展反恐的特勤力量，以应对传统警察解决不了的大麻烦，迅速涌现出了一大批训练有素、技艺精湛的特勤部队。例如德国的第9边防大队 GSG9， 法国的国家宪兵干预组 GIGN， 以及日本的特殊急袭部队 SAT 等。而韩国这边呢，在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毕竟对于当时的朴正熙来说，
只有2件事值得上心，一个是将大权牢牢握在手上，另一个就是防范北方的朝鲜大举南下。再者说了，70年代的恐怖活动并不算太多，再加上东亚这边本身就和恐怖分子八字不合，正常来说很少会有恐怖袭击或者人质绑架事件发生。但到了1981年，韩国在全斗焕政权的大力推动下拿下了奥运会主办权。后知后觉的韩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正在被卷入全球反恐战争的中心。尽管韩国并没有在中东地区结怨，但问题在于韩国要对付的敌人比慕尼黑还要可怕得多。自从韩朝分裂以来，朝鲜人对南方的渗透就没有停过。韩国的奥运会安保人员要面对的很可能是朝鲜人派出的精锐小队，而目前韩国的特战司下辖的空输部队对反恐战争的新形态不能说尽在掌握吧，至少也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样一来呢，奥运会和亚运会的安保以及防止国家受到极端主义和外来入侵的重担就落在了新生的707特战营身上。1981年4月17日，第707特战任务营正式成立。从一开始，707就瞄准了世界特种部队的顶峰，力争打造韩国特战司皇冠上的明珠。要进入707特战营，首先必须是韩国武装部队的优秀士兵，通过申请或者上级推荐才能有资格参加实训。经过一系列的背景调查，再加上为期10天的严格考核，才算是跨进了707的门槛，其中的淘汰率高达 90%。707特战营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具备潜水和伞降资格。据报道称，该部队的成员们经常在雪地和零下的气温中进行日常体能训练。每年707特战营都会不惜血本和世界各国的特种部队一起训练，例如英国的 SAS、加拿大的 GTF-2、美国的三角洲部队、绿色贝雷帽和 FBI HRT 等等，堪称特种部队界的交际花。玩笑归玩笑，与国外高水平特战队的交流，实实在在的让707特战营跻身世界一流特种部队的行列。选拔和严格训练，707特战营的装备水平也是韩国最好的那一档，大量采购了其他部队想都不敢想的先进装备。大统领说了，只要能买到，钱根本不是问题。就比如画面中的这个707特战队员头上戴的夜视仪 GPNV-G18 全景夜视仪，采购自美国 L3 哈里斯，曾因在猎杀本拉登中登场而风靡全球，但许多国家的作战单位都只能看着流口水，因为它的市场价高达4万美元，约等于头顶一辆宝马车了。虽然有着数十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装备，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707特战营的黑色制服。这个标志性颜色继承至朴正熙时期的606特战队，也算是707的前身了。在游戏《彩虹6号围攻》中，有2个隶属于707特战营的角色，一男一女，这可不是开发商御笔乱编的。在2014年改组之前，707特战营的确有女性特战队员。在一些特殊的人质劫持环节中，这些女性特战队员可以乔装打扮，乔装成空姐、护士等弱势女性，和犯罪分子更好的沟通，在必要的时候撕开伪装，给犯罪分子致命一击。目前707特战营大约有200名男女士兵，分为2个突击连，一个支援连和一个全女子连。当然，根据不同的来源，这个数字有出入。这主要是由于第707特种任务营这个单位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保密的，媒体对其的曝光和提及都受到禁止或审查。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左右，保密才有所放松，但707特战营的现役士兵信息、具体部队编制等也都是保密的。除了在国际比赛或国际峰会等国家重要活动前礼节性的进行展示活动外，707特战营详细的训练过程极少公开，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有成员都必须戴上口罩，小心地遮住脸部，防止身份暴露。实际上，707特战营的高度保密性和它的反恐职责是分不开的。对于韩国来说，1988年的奥运会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盛会。它不但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形象，也标志着在韩国在经历了近10年的社会动荡之后，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然而，来自朝鲜方面的试探一刻也没有停过。80年代中期，韩国主办1988年奥运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朝鲜却突然向韩国和国际奥委会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提议。朝鲜询问国际奥委会，1988年夏季奥运会能否由朝鲜和韩国共同主办，
两国各承办其中一半的赛事。即使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奇怪的要求。一方面，针锋相对的朝韩两国共同举办奥运会，听上去就不可思议。再加上朝鲜对边境的控制可不是一般的严格。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1986年表示，我很难想象朝鲜会向1万多名记者和参加奥运会的所有国家开放边境。作为让步呢，韩国提议由朝鲜主办足球、乒乓球和射箭等运动的比赛，奥委会则认为可以一个比赛在两国办，比如足球半决赛在朝鲜踢，决赛在韩国踢这样。双方就这样打口水仗打到了1987年，朝鲜那边连场馆都没建，显然对奥运会没什么兴趣。再加上朝鲜的传统盟友苏联也宣布参加88年的汉城奥运会，让朝鲜人更加愤怒，直接与苏联断交，并驱逐了所有苏联在朝人员。韩国这边对金日成的行动忧心忡忡，而他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1987年10月29日，2名朝鲜间谍在巴格达登上了一架韩国飞机。两人使用假名和伪造的护照冒充成日本游客，说服安检人员允许他们将电池放在随身携带的收音机中。然而，这个看似正常的收音机其实是一枚由电池供电的炸弹。2名朝鲜间谍把炸弹放在飞机的行李舱里，然后在经停阿布扎比时偷偷下了飞机逃之夭夭。而这架大韩航空858航班起飞后，炸弹在空中爆炸，机上的115人无一幸免，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从海外回国的韩国人。虽然这2名间谍最终被抓住，但此时距离汉城奥运会开幕已经不足10个月。事后的一些分析认为，尽管爆炸事件发生在奥运会前仅1年，但这次袭击显然是朝鲜为了破坏奥运会实施的。朝鲜希望通过渲染恐怖氛围，迫使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移至其他地方，或者至少阻止其他国家参加奥运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88年5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平壤公开威胁汉城奥运会，破坏韩国客机，这些行动都清楚地表明朝鲜是汉城奥运会安全的最大威胁。而707特战营磨砺数年，正是测试锋芒的时候。1988年8月，就在奥运会开幕前，100多名来自全球的记者被请到了首尔一家酒店的大厅。联络员告诉他们，一场好戏即将上演。伴随着一场雷鸣般的爆炸和一道耀眼的闪光，近50名身穿黑衣作战服的蒙面壮汉出现在浓烟之中。领头的军官用流利的英语为在场的记者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在记者面前，707特战营的士兵们完成了电梯井锁降、模拟枪战等科目，甚至还有像人体模型丢飞刀的环节，令人眼花缭乱。虽然看上去有点浮夸和怪异，让人联想到某些糟糕的功夫片，但这一场表演毫无疑问地向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传达出了明确的消息：韩国已经做好了准备。韩国准备好了一套计算机数据库，其中包括600多个恐怖分子的信息，再加上60多只专门训练过的警犬，用来侦搜爆炸物。至于人质劫持事件，707特战营有着充分的准备。在他们的训练基地内有一架波音747的全尺寸模型，使得他们成为了韩国境内唯一的能够应对任何载具劫持情况的部队。1986年的时候，韩国发生了秋风岭服务区人质劫持事件，一个海军陆战队逃兵劫持了一辆城际巴士，与前来搜捕的军方对峙了18个小时，当地军警调动了大量兵力，也没能让他放下武器投降。情急之下，军方紧急求助了707特战营。没过多久，道路的尽头驶来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一群身穿黑色制服、浑身充满肃杀之气的特战队员登场，仅用几分钟就击毙了劫持者，并安全救出了所有的乘客。不过呢，为了掩盖707特战营的痕迹，同时也让海军陆战队那边脸上过得去，在官方报告中，劫持巴士的犯人虽然身中3枪，但确实是自杀的。1990年汉江洪泛期间，首尔道岛地区的防洪堤发生了破损，707紧急出动，赶在防洪堤坍塌之前，从水下堵住了漏洞，可以说拯救了整个首尔城东区。时间进入21世纪，707特战营的消息也时有出现。例如在2023年4月苏丹内战期间，韩国就出动了707特战营，乘坐C130前往苏丹救援韩国人。总的来看，707特战营不论是在装备还是训练水平上都是世界一流水平，但在12月4日凌晨的戒严中，707的士兵表现的却并没有那么专业和冷酷。一方面来说，古语有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而尹锡悦的领导能力确实不太方便形容。另一方面
707特战营应该是保卫韩国民主的盾，而不是个人实现政治野心的棍棒。从这一点来看，与其说707的士兵们狼狈，不如说这正是韩国民主化的成功之处。